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一辈子行善积德，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，偏偏在最后一步栽了个大跟头，而有些人你看着他也没做什么好事，却一路顺风顺水，好像老天爷特别偏袒他。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都琢磨过，越想越想不通，越想心里越堵得慌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眼睛只看到了眼前这一小段，好比你看一场电影，只看了中间10分钟，你就开始骂导演不会拍戏，说这个好人怎么这么惨，那个坏人怎么那么得意，你没看到开头也没看到结尾，你凭什么就断定这出戏不公平呢？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，这叫三世因果，你今生受的苦不一定是今生造的孽，你今生享的福也不一定是今生积的德，前世的因，今世的果，今生的因，来生的果，这个账本啊，比你们家的族谱都厚，翻都翻不完。所以我们老祖宗在易经里头早就把这道理说透了。第一句就告诉我们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你看到没有？是必有余，这不是跟你商量，这是铁律。你做善事，福气不光报在你身上，还会剩下来留给你的儿孙。你做恶事，灾祸也不光是你一个人受，还会殃及你的后代。这个余字太有味道了，你仔细琢磨琢磨，你今天的很多遭遇，很多莫名其妙卡住你的坎，真的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？不见得。但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，起的每一个念头，却实实在在是在给你的儿孙铺路，或者是在给他们挖坑。可是老天爷不是个糊涂蛋，他老人家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你倒霉，也不会瞎了眼让坏人一直嚣张。天地之间有一股气叫正气，天地之间有一种力量叫做因果。当一个人偏离了正道，福报用尽，孽缘现前的时候，天地就会有5种办法来点醒你，或者说来惩罚你，收你。这5种办法很多人碰到了只会怨天尤人，说我命不好，我运气背。他不知道这是老天爷在救他，在最后一次敲他的脑袋，告诉他赶紧回头，再不回头就来不及了。你想想看，你这辈子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都要成了，突然就垮了，日子刚好起来，身边全变成了奉承你的小人，最后被坑得一塌糊涂，或者是一路太顺了，顺到你开始目中无人，结果突然摔了个大跟头，爬都爬不起来。这些啊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些道理一点一点给你讲透，你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身上被卡住的地方就松了，心里的疙瘩就解了，你会知道你过去为什么受苦，你现在该怎么走路，你将来要避开哪些要命的坑。听完今天这堂课，你至少能看清3件事。第一，老天爷到底是怎么收拾人的？第二，你现在是在消福还是在积福？第三，怎么做才能把来的祸给化了，把该来的福给保住？我们先来讲第一种天法。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明朝的王阳明。你们大概都听过他的名字，都知道他了不起，立德立功立言3不朽，千古完人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年轻的时候栽过一个大跟头，栽得鼻青脸肿，栽得差点把自己都赔进去。怎么回事呢？王阳明28岁那年考进士落榜了。你要知道，他父亲王华可是状元出身，当朝的大官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状元家的公子哥，从小就被夸神童，
结果连个进士都考不上，那个面子往哪儿搁？那个心理落差有多大？换了一般人，大概躲在家里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。可王阳明没有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正骨烁今，他说是以不得地为耻，无以不得地动心为耻。意思是你们都觉得考不上很丢脸，我却觉得考不上就垂头丧气，失魂落魄，那才叫真正的丢脸。你看看这是什么格局？他的心不动，结果呢，他又苦读3年，再去考，又落榜了2次啊！诸位朋友，整整6年，2次被打回来，这要是你受得了吗？你这一生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坎？明明已经拼尽全力了，明明只差最后一步了，结果功亏一篑，你心里委屈，想不通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人生。可是后来证明，这2次落榜对王阳明来说恰恰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这2次打压，没有这2次磨练，他那种天才纵横的傲气不会被磨平。他如果一路少年得志，平步青云，充其量不过是他父亲第2，当个太平宰相，历史上多一个普通的官僚而已，绝不会有后来龙场悟道，平定宁王之乱，开创新学的那位圣人王阳明。这就牵涉到我们老祖宗道家最深的智慧了。老子说过一句话，叫物壮则老。任何东西长到最强壮最鼎盛的时候，下一步就是衰老，就是衰败，这是天道，谁都逃不过。一朵花开到最盛，马上就要谢；月亮圆到极点，马上就要缺；一个人运气好到极点，接下来就是下坡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老天爷为什么让你中途受阻？为什么让你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突然摔一跤？不是老天爷跟你过不去，恰恰相反，是老天爷在保护你。他看你冲得太猛了，看你那个势头太旺了，再往前冲就要冲到悬崖底下去了，他赶紧给你设个路障，让你停下来，让你想一想，让你把身上那股浮躁之气给卸掉。我常常讲，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太顺不是好事，顺境像糖水，喝着甜，但喝多了坏牙坏身体；逆境像苦药，喝起来难受，但它能治病。老天让你受阻，就是在给你灌药，帮你把身上的傲慢浮躁急功近利这些毛病一点一点的治掉。可是我们凡夫俗子不懂这个道理，一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？好人怎么没有好报？你这样一想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把自己那点仅有的福报都给耗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怨天尤人是最伤福报的，你这股怨气一起，就把你身边的善缘善神全都给推走了，最后呢，就真的变成了孤家寡人，越过越难，越过越窄。那说到这里，诸位可能要问了，我也遇到过那种眼看要成，突然就垮掉的事情，我该怎么分辨这是老天在磨我，还是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就看你的心念。你受阻之后，第一反应是反省自己，还是责怪别人？你如果是马上反省，我是不是太急了？是不是哪里考虑不周？是不是德性还不够？那你就是被磨的那个老天在成就你。你要是第一反应就是骂这个骂那个，怪天怪地怪社会，那你就是被物壮则老的那个，你的福报用到头了，该走下坡路了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人生路上遇到坎，不要怕，更不要怨。那个坎可能是你的护身符，可能是你的磨刀石，可能是老天爷在你掉进悬崖之前
给你设的最后一道护栏。你要做的不是去撞那个护栏，而是停下来看看路，看看自己，看看这到底是在教你什么。你这一生有没有哪个坎当时觉得天都塌了，后来回头看才发现幸亏有那个坎，你仔细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我们接着来讲第二种天法。我要跟诸位讲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比刚才说的中途受阻还要凶险10倍。为什么？因为受阻你还知道痛，你还知道要回头，可是这一种让你舒舒服服的，让你飘飘然的，让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结果呢，不知不觉就把你送到坑里去了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一辈子勤勤恳恳，总算熬出头了，日子好过了，儿女也孝顺，身体也硬朗，什么都顺，可是顺了没几年，突然就出事了。要么是被人骗了一大笔钱，要么是家里突然出了变故，要么是自己一下病倒了。旁边的人都说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明明是个好人啊，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啊。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什么都没做错上，恰恰就出在这个太顺上。我们老祖宗在淮南子里讲过一个故事，你们大概都听过，叫塞翁失马。边塞上有个老翁，他家的马跑了，邻居来安慰他，他说这怎么知道不是福呢？过了几个月，那匹马带着胡人的骏马回来了，邻居来道贺，他说这怎么知道不是祸呢？后来他儿子骑那匹骏马摔断了腿，邻居又来安慰，他说这怎么知道不是福呢？再后来胡人大举入侵，年轻人都被征去打仗，10有8九战死了，只有他儿子因为腿断了，父子俩得以保全。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，可是你们真的听懂了吗？这里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福和祸，它不是两样东西，它是一体的。福里头藏着祸，祸里头藏着福。你今天觉得是好事，明天可能变坏事。你今天觉得倒霉透顶，过几年回头看，恰恰是那个倒霉救了你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呢，看不了那么远，我们只看到眼前这一段，日子好过了，就以为是自己的本事，一切顺利了，就开始飘飘然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你这一飘不要紧，你的慢心就起来了。什么叫慢心？就是看不起别人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比别人强，别人都不如你。这个慢心一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福报就跑到漏水管里去了，堵都堵不住。老祖宗在易经里专门有一卦叫乾卦，64卦里头唯独这一卦是6爻皆吉，全卦没有一个凶字。为什么？因为天道地道鬼神道人道，通通都是亏盈而益谦。你自满了，天就给你消掉一点；你谦虚，天就给你补上一点。这是铁律。我再给诸位讲个东西，叫右蒙之气。这是古代君王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容器，用来时刻提醒自己的。这个容器很妙，空的时候它是歪的，水装到一半它就正了，可是你继续装到满了，它啪一下就翻倒了，水全洒光。你们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的人生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姿态很低，歪在那儿，稍微有点东西了，正了，站直了，再往上加满了，啪一下什么都没了。所以古时候的圣贤看到这个幽房的之气，就悟出一个道理，做人做事永远不能求满，满了就要翻，满了就要倒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什么事情都顺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你要栽跟头的时候。你当时要是能警觉一点，能收敛一点，能不那么得意，
也许那个根头就不用栽。可是老天爷很慈悲，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你要倒霉了，他先让你顺，让你自己露马脚，你一顺，你的尾巴就翘起来了，你的毛病就都跑出来了。你平时还藏着掖着，一得意忘形，全暴露了。老天爷一看这个人不行，德性还不够，福报还担不住，那好吧，收回来一点，让你清醒清醒。所以你去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，越是顺的时候，越是小心谨慎。你日子过得好，你身体健康，你儿女孝顺，你手头宽裕，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警觉，你要问自己，我配不配享这个福？我这个福享了，是在消福还是在积福？我今天这个顺，是我真的修得好，还是老天在考验我，看我能不能把持得住？你要是能这样想，这个顺就是你的真上缘，让你更上一层楼。你要是不能这样想，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，我命好，我有本事，那你就等着吧，那个翻倒的日子不远了。讲到这里，这第二种天法算是讲透了，可还有一样比这更难察觉，也更凶险。因为你顺了，得意了之后，紧接着会招来什么？会招来一些你根本分辨不出是福是祸的东西。我讲个真事，宋朝有个大名鼎鼎的宰相叫寇准，你们看戏文里听过寇老谢尔，都知道他正直，一冤之盟逼着皇帝御驾亲征，保了大宋江山，功劳比天都大。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晚景，却极其凄惨。怎么回事呢？他立了大功之后，觉得自己了不得了，是国家的顶梁柱，开始居功自傲。怎么个傲法？生活上极其奢侈，天天在家里大摆宴席，喝酒一定要喝最贵的，点灯一定要点最亮的，连厕所里都要点满蜡烛。当时有人就看不下去，私下里说，寇公这样奢靡，恐怕不是长久之相。果不其然，他后来卷入党争，被一贬再贬，最后贬到了当时瘴气弥漫的雷州半岛。死的时候，身边连个像样的亲人都没有，家人想把他灵柩运回老家，竟然连路费都凑不齐，最后还是皇帝看不过去，才恩准拨款让他落叶归根。你想想，寇准是坏人吗？不是。他作恶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他不过是立了大功，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享受而已。可为什么结局这么惨？诸位，这里头就大有学问了。这就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你那点功劳，你以为很大，在天地看来，不过是借给你的本钱，让你替天行道的，你倒好，把它全拿来给自己享受了。你不倒霉，谁倒霉？佛法里头把这个道理讲得更透彻，叫财为五家共有。你以为钱挣到了就是你的，你错了。水可以冲走，火可以烧掉，盗贼可以偷走，官府可以抄没，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不孝的子孙可以败光。五家共有，没有一样是你真正能带走的，你只是暂时替人家保管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你在保管的时候骄奢淫逸，得意忘形，不是等着被收走吗？更妙的是，你一旦起了这个贪念和奢念，你身边的人就变了。你就会发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围在你身边的全是一口一个您真了不起，您真有本事的人，句句都是好话，句句都挠在你痒处，听得你浑身舒坦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候你就坐在火药桶上了。那些人哪里是你的朋友？他们是你的业力感召来的。你内心有贪婪，就会感召贪婪的人。你喜欢听奉承，就会感召奉承的人。这就叫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怨不得别人，是你自己的磁场把他们都吸过来的。
等到你福报耗尽的那一天，你等着看，第一个离开的，第一个落井下石的就是他们。所以这种被小人围绕逐渐落败的天法，不是老天爷故意整你，是你自己的德行漏了底，是你自己的福报担不住那份财那个位置了，钱多了，位高了，名气大了。如果你的德行像个纸糊的灯笼，风一吹就灭，那这些好事就不是好事，是吹你命的福。别人吹捧你两句，你就真当自己是大爷，什么都敢投，什么人话都听不进去。你以为是你运气不好，遇到了骗子，其实是你那时的智慧。德行只配得上骗子，这怪得了谁呢？你有没有见过身边有些亲戚朋友，早年辛辛苦苦攒了点家底，老了，被人家几句好话哄得团团转，棺材本都赔进去。你以为是人家骗术高，是他自己先起了贪念，想占便宜，想用钱生钱不费力，这才让小鬼有机可乘，阎王好见小鬼难缠。你自己心正身正，德行厚重，哪个小鬼敢近你的身？好了，前面说的这几种中途受阻，得意忘形，被小人算计，如果老天爷用这些方法提醒你，你都还没醒，还是执迷不悟，那怎么办？那老天爷就只能用最后的一招了。这一招最直接，最让你没法躲，也最苦。什么招？让你的身体出问题，让你生一场大病，让你在鬼门关前转一圈。你到了那个关头，什么功名富贵、儿孙面子，通通都使不上劲了。你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，连翻个身都得求人。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去想一个问题：我这一辈子到底在忙什么？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说从前有个老秀才，考了一辈子功名，考得家徒四壁，考得老婆孩子都跟着他吃不上饭。可他这个人就是有一股执念，觉得不中个举人，这辈子就白活了。后来怎么着？还真让他考中了，50多岁中了举人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他正在街上卖字画糊口，一听自己中了，哈哈一笑，往后一倒，人就没了。乐极生悲，高兴死的，这就是痴心，被一个念头卡住了。卡了一辈子，考不上是苦，考上了命没了。你说他这一生到底是得还是失？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讲一句话：比丘常带3分病，出家人身上要带一点病，不要那么健康，不要那么壮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点病在身，你就不会忘记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你的道心就会提起来，你的警觉心就在。你今天这里痛一下，明天那里不舒服一下，你才会想起，哎呀，我也是会老的，我也是会死的。这个念头一起，很多事你就不计较了，很多人你就看开了。你如果一年到头感冒都不打一个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什么好事。你那个身体的底子虽然好，可是你的心容易狂，你觉得你无所不能，你觉得你可以永远这样下去，你的欲望就大了，脾气也大了，什么因果，什么报应，全抛在脑后。这时候老天爷让你病一下，是慈悲，是让你停下来。这个病从更深的地方讲，它也未必全是坏事。佛法里说，病是业障现前，你过去世或者今生有意无意间造的业，结的怨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他就要找个出口，小病小痛，是在消小业这一场大病。在鬼门关前转一圈，就是消大业。你把这个业消了，这个坎迈过去，你的身体，你整个人的气运反而会焕然一新。
我认识很多老居士，年轻的时候拼命三郎一样，中年得了一场大病，医生都说没办法了，结果他信了佛，天天忏悔诵经布施，心念一转，病竟然慢慢好了。好了之后整个人变了，变得慈眉善目，见谁都笑呵呵的。你看这一场大病不是老天在惩罚他，是老天在度化他。如果没有那场病，他早就一头扎进那个追名逐利的深坑里，爬不出来了。病是他的护法神，把他从悬崖边上硬生生拽了回来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病了一场之后，看什么都顺眼了，脾气也好了，也不跟人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病床上想通了，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上不来，什么都不是你的，这世上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擦伤。可是我们也不能搞迷信，说有病就不看医生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生病要听医生的，心病要靠自己去转。你要明白，病是一个警报器，它在告诉你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心念有地方出问题了，你的调怎么调，不是光吃药就行的。你的心要回头，要反省，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怨气太重了？是不是又在算计谁了？是不是看到别人过得比你好就睡不着觉了？这些念头比病毒还厉害，它会一点一点把你的精气神消耗掉。把这些念头放下，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。这场大病才算你没有白得。可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有些人连这个坎都迈过来了，身体好了，他又故态复萌，又回去追名逐利，把那点仅存的敬畏之心又给丢了，怎么办？这就麻烦了。因为老天爷的最后一招也是很多人最怕的一招，不是落在你身上，是落在你儿孙身上。你自己造的业，自己不一定马上看到恶果，可是它会像一笔债，算在你后代头上。古人把这个叫做余殃，我们道家有个更贴切的讲法，叫承负。你负的这笔债，你的血脉要替你还。我讲个历史上的真事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春秋的时候，晋国有个大家族，姓秦，贾家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？当时的人说晋国是3军，选家就占了2军，比国君还威风。可是他们怎么处事的呢？傲慢奢侈，无法无天。他们家有个西昭伯跟鲁国的大夫斗鸡，他给鸡尾巴上装铜钩，人家给鸡翅膀上撒芥末，他就为了一只鸡输了，跑到国君那告状，最后竟然发兵去抓人家。你看，这已经不是骄纵了，这是狂得没边了。这个家族仗着自己的势力，到处结仇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把坏事做尽，把好人得罪光。结果呢，没风光几代，墙倒众人推，整个薛氏家族被满门抄斩，彻底消失在历史中。这就是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的活样本。你一个人骄奢淫逸，害的是你自己吗？你把整个家族的气运福报挥霍一空，你的儿孙连做个普通百姓的机会都没有。诸位，我们这辈子人年轻的时候苦过拼过，现在稍微有点家底了，最看重的就是儿孙。你省吃俭用，想多留点东西给他们，这个心是好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留给他们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存折上的数字吗？是那几套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都不是。这些是有形的东西，守不住一场变故，一个不孝子孙就能给你败得精光。你能留给他们最好的是德，是你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德行、应逢、好名声。你为人忠厚，处处让人一步，别人提起你家的长辈都竖个大拇指，
说他们家是积善之家。你儿孙出门办事，别人看着你的面子就会高看一眼，乐意帮一把。这个无形的资产比金山银山都管用。反过来，你要是刻薄算计，占了便宜就得意，别人当面不说，背地里恨得牙痒痒，等着看你家笑话。这怨气积久了，不报在你身上，就报在你儿孙身上。你看很多不学好败家的孩子，你仔细去观察他的家庭，一定是有一方长辈德性上亏欠了什么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感召。所以你别总是一天到晚盯着你儿子有没有出息，你孙子功课好不好，你先回头看看你自己，你的心念正不正，你的行为端不端，你有没有仗着自己年纪大辈分高，对年轻人的生活指手画脚，弄得家里鸡飞狗跳。你有没有在外面为了点蝇头小利跟人争得面红耳赤？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，起的每一个念，就像在播种子，你播的是善种，后辈就走在花丛里，你播的是恶种，后辈就走在荆棘里。你把这个想通了，你哪里还敢造次？你每做一件事就不是光想着自己了，你会想想你的儿子，你的孙子，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，更要想想你的后人。这一念的敬畏心、责任心起来了，你就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打死也不能做了。好了，讲了这么久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一定那么好，我最后再帮你们理一理，今天这5种天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回去以后到底该怎么做。头一种，让你中途受阻，明明要成了，突然就栽了，这不是跟你过不去，这是在磨你的性子，是怕你冲得太猛掉下悬崖。第二种，让你过得太顺，顺到你得意忘形，这是最凶险的，因为你在享福的时候福报就漏光了，你的慢心一起，栽跟头的日子就不远了。第三种，德不配位，让你身边围满了小人，被别人坑，被别人骗，这不是你运气不好，是你那点贪念虚荣把这些小鬼感召来的。第四种，让你生一场大病，在鬼门关前转一圈，这是最后一个警告，让你躺在病床上想清楚这辈子到底什么才是真的。第五种，奢靡骄纵，祸及儿孙，你自己造的孽，自己看不到报应，可是你的子孙会替你承担。这5种你仔细想想，你是不是正在经历其中的哪一种？今天你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这些就不是惩罚，而是老天爷在给你指路。那具体该怎么做？我送你3句话，你记在心里，比什么符咒都管用。第一句，碰到任何事情，先问自己，我的心念正不正？是贪吗？是嗔恨吗？是得意吗？一念不正，你后面的行为全是歪的。把这个念头调正了，你的气运就转了。第二句，日子越顺，越要低调；日子越难，越要宽厚。顺的时候，把你的福分一点给别人，这叫积福；难的时候，咬紧牙关，不怨天尤人，这叫消业。第三句，你这一生留给儿孙最好的东西，不是钱，不是房子，是你的德行，是你的好心肠，是你结下的善缘。你今天起一个善念，说一句好话，让一步路，都是在给你的后人铺阳关大道。这个世间最好的风水不是祖坟，不是宅子，是人心。最大的改命不是你花多少钱去消灾，而是你当下就改念改行改因，念头一转，行为一变，因就变了，果自然会变。所以今天这堂课你听完了，不要光听，你觉得有用，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，
你的老同事、老邻居，你这一转发不是凑热闹，是真的可能救人一命，护人一运。也许你的一个朋友正在人生的坎上想不开，他看到了心里的疙瘩就解了。也许你的一个亲人正在得意忘形，他看到了就警醒了。你这一下就是在积福功德无量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把这份善念传出去，这份善最终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回到你儿孙身上。请你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，留下祝福，比如写上一句不怨不尤，自求多福，或者写上愿我儿孙代代平安，德泽绵长。你写的这几个字是有念头的，是有能量的，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这里，那个磁场，那个力量不可思议。你写下的每一句好话都会回向给你自己，回向给你的家人。我是南怀瑾，这一堂课到这里，愿诸位心开意解，福慧双增。